咖啡杯咖啡字，魏长泽，记录导演南 B 级猎人飞魔，于20某某年12月17日2点16分于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 B62 坐标1735比9172 54正负10 km 失踪，存活可能，未知评估值，线索，袖口布片副布料分析，脚印，监视录像片段，寥寥几句话，不需要多长时间魏无羡就看完了。文字内容太过精简，疑问不减反增。况且，这位组长大哥既然单独拿给他一个人看了，显然是还不能信任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所以即便他当场询问，也不一定能得到准确的回复。魏无羡只好把问题全憋在心里，正打算将卡片物归原主，组长大哥伸出手，在其中一张卡面上轻轻划了一下，卡片上的字样随着这轻描淡写的动作发生了变化。原本的字样仿佛融化一般散去再重组，拼出了新的内容。魏无羡，这是什么黑科技？超薄款电子本吗？拼出来的是几张图片，颜色单一，也只有几组数据。内行看门道，魏无羡立刻就看懂了，这是测定神秘动物反应的仪表数据。一般来说，是用磁场、魔力反应两种仪器共同比对进行测定。卡面上显示的正是不同标的同一时间测试的数据。三角定位法，魏无羡在心里飞快演算，右手下意识在虚空笔画点写，这是他的一个习惯，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时候，虚空写算式也能辅助他快速得到结论。他心算出结果的同时，身边有人先他一步报出了同样的答案，1767比9177，是蓝忘机。魏无羡与他对视一眼，又补充道：对，是这里，误差在0.3至1个单位。组长大哥怔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，道：往下看。再翻过一页，则是一段黑白色的小视频，应该是机场的监视录像，两只十分眼熟的行李箱被传送带送上拖车。魏无羡，等等，这一段能暂停慢放倒放吗？组长大哥十分无奈地道：这只是个播放工具，不能。魏无羡立刻摸出手机，在小视频重放时，靠多年研究神奇生物探秘视频的手速拍了一张快照，又指给组长大哥看，道：这里，前一帧和后一帧，至少少了一半，行李箱被移动过，或者说它自行动了。组长大哥，蓝忘机轻轻一叹，从魏无羡手中抽走了小卡片，道：我与阿羡足以自保，能帮忙计算和实测。A. 山姆，请二位告知能提供的帮助。A. 速达，法律援助，对内及对外关系。山姆，我是个粗人，捕兽下网做陷阱，短波通讯。虽然没什么用吧，蓝忘机，诸位可介意由聂队总指挥。A. 救援行动，救援队长来当指挥，我没意见。山姆，魏导不在，我听小羡的安排。蓝忘机，好。他转向救援队队长，道：拜托了。队长沉吟片刻，道：行。我是清河繁育中心的聂明觉，既然几位各有所长，就不要休息了，尽快开工。山姆，把你的电台换频加密，我们需要独立的即时通讯。S， 我给你几个人，重点接触，忘机小魏跟我走。越野车开出机场没多远，绕了个弯又原路回来，在另一辆等在路口的轿车的带领下，来到了机场附近的一片荒郊野岭。靠河不远，搭起了大小不一的几处帐篷，又散乱地停着越野车和房车，远远看去仿佛是野营爱好者的聚居处。但真走进营地，就会发现气氛并不欢快轻松，所有人各司其职，各有其事，要么在佯装闲逛实际巡逻，要么则在低头整理器材工具，没有半个闲人，也没有任何闲聊声。进了房车，里面遍布各类仪器和数十个监视屏，还有全车闪烁的仪表灯。魏无羡倒是十分习惯这种类似于实验室的环境，找了个地方坐下，看了一会中控台数据，就立刻着手帮忙分析了。所有的信息通过屏幕、通讯和交谈，像洪水一般扑面而来，再经过大脑的飞速运转，整个事件一点点变得立体和还原。12月16日，也就是星期天，臧瑟瑟与魏长泽在夷陵机场登上 EV6810，飞行了13小时25分钟后，在当天晚上的23点50分，在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经停中转。
两人先去候机厅重新办理了行李托运，卡片显示监视录像，又在机场的星爸爸处买了2杯咖啡，卡片显示照片咖啡杯咖啡字。在之后，取自 B52 登机口的监视录像显示，在登机前5分钟，12月17日1点20分，魏长泽飞奔而过。情报截止到此。既然魏长泽夫妇在登机前出现在了登机口，那么毫无疑问登上了这架失联的飞机。而登机口既然有神秘动物反应，现场至今却还没有进驻与神秘动物相关的专家，那么最大的可能性是神秘动物与这架失联飞机大有关联，甚至它就在这架飞机上。知道的越多，情况似乎反而在往最糟糕的地步发展。听到的每一条报告都化成锋利的小刀，在淋漓的伤口中，在新鲜的血肉上重重地加上一道。魏无羡努力埋首于计算和推演，甚至试图模拟魏长泽出现在登机口但没有登机的可能性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眼前的屏幕越来越模糊了。他抹了一把脸，手上一片湿濡。随即，他被人从椅子上提起来，扣上护目镜和战斗外套，又被生拉硬拽出了指挥车。魏无羡悲愤道：“你干什么？你让我回去，我还没算完。”冰凉的罐装饮料毫无预兆地贴上了他的脸颊。营地外本来就天寒地冻，魏无羡被激得一颤，跳着脚躲开，也总算清醒了。换上战斗服的蓝忘机更显肩宽腿长，他把饮料塞进魏无羡手里，又低头给魏无羡系扣子，道：“走，去现场勘察。”魏无羡拉开罐头，啜了一小口。浓缩能量饮料很凉，提供高热量的同时也非常提神，咽下去嗓子里像吃辣椒似的火辣辣的，身体也很快变得暖和。魏无羡低落道：“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爸妈他们？”蓝忘机：“不会。”魏无羡：“可是……”蓝忘机：“还未确定，但我们要尽力而为。”闻言，魏无羡眼圈又红了。不能放弃，在真相大白前绝不放弃。他点了点头，一口气喝光了饮料。护目镜遮去了脆弱，魏无羡快走几步追上蓝忘机，从对方手里领回了自己那一份装备背包。蓝忘机正好空出一只手，顺势牵住了他的，无比可靠。魏无羡难得一脸凝重，在黑西装的重重包围下，魏无羡换上消毒衫，在安全屋中经过了至少25分钟的细致扫描，又在出口等了半天，才有人把允许带入隔离区的私有物品还给他。魏氏夫妇的隔离实验室面积不大，但是五脏俱全，所有要求都会被尽快满足，吃喝日用、实验器材，唯一不便之处就是只能进不能出，任何跟数据资料沾上边的，哪怕是只言片语，也只能向达拉斯官方的特别调查小组单方面输出。尽管有休息间和床，但魏无羡根本没时间沾床边。营救行动必须争分夺秒，每晚1秒，航班上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。魏长泽和臧瑟瑟毫不犹豫把推算的活计全甩给了魏无羡，于是从聂明觉的指挥车上下来，到突入隔离区，相差不到3小时，他又重操旧业，干回了老本行。公式数据推导运算，一整晚过去，从天没黑一直算到快过午，饶是魏无羡再怎么钟爱推演，也实在头昏脑胀，算不下去了。